有一个小说里面讲了一句话：小孩是最残忍的动物。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有没有被老师揍过？我当然被老师揍过，哎呀，还是名正言顺的被老师揍，好吧？你不会嘴硬的，有的东西不能承认，承认就出事了。他准备拿那个读须子的时候，他先去关大门。哎呦，第一个你小子跑不掉。是突然所有人都拍拍，哎，不对，老师不对，老师疯了，因为他在那边说反动的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怎么样。然后当你接受到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终于轮到我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装也要装成这个样子。对呀，给面子啊。有的父母啊，那是我觉得这个面子这件事情，当时大人应该是不会考虑到小孩是需要面子这。对，初一的时候我会谈恋爱，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女生，就是已经是互相，你还没开始发育呢，那个时候哭着出来之后变成什么知道吧？就说之后他就不怎么理我了。最后出大事儿的这些小孩被霸凌，他最基础的一个动作就是隐瞒，就家人不知道情况。对，喜欢吗？乔爷呀，他肯定喜欢。只要是跟甜品有关的，都是跟乔爷有关的。对，可以，这个完全我背得动。哦，你这烤一下好吃，真的烤一下。还要皮一边酥脆的嘛。很脆。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我过去小学的时候哈，因为那时候打扮得漂亮，然后老师呢，暑假的时候把我们带去叫鲜花队。每个地方今天领导来参观，我们就一排在那，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了。然后领导又到下一个，我们又跑，又是就一个队哈，又继续跑到另外一个。让欢迎我的小朋友都是同一波，都是同一波。然后呢，就是回家就是一个人2个面包，那时候叫奶油面包，太好吃了。你知道不知道？那小时候长得漂亮很重要，你知道吧？所以不受人欺负啊。一个是长得漂亮，一个是有背景，有关系，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奶奶给我每天的打扮，绝对，她是这样，她给你梳的头哈，不重复的。哎呦我的妈呀！你能想象吗？一会儿是2个啾啾，你知道，一会儿是一边这辫子。是什么？你满足了你奶奶对于一个孙女的所有的幻想。我奶奶是护孙，叫什么狂魔。传统的啊，我在认识阿公阿婆之前啊，我们都会觉得说，越往南方，越重男轻女。那我家特别，对吧？我奶奶把我是珍宝。然后我告诉你哈，你一到学校，人家就要笑你啊，因为所有人都艰苦朴素嘛。而且那时候也确实没钱。然后呢，学生啊给你起外号，同学给你起外号，跟着你后面喊。那我过去眼睛大嘛，大眼睛18庄，18庄就是北中福州话就是因为每天都变嘛，衣服不停的换，那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因为我奶奶自己是那种，我跟你讲，她是大家，就是她就会很讲究这个，头发好还怕你那个，她还买过去那种有点像泡花一样的东西，是一种油，你洗头的时候她要给你洗，要涂在头发上的，要吧，是的。老上海做头发那些就用泡花，我当时那个泡花，他们说那个保护，然后我就还搞不清什么泡花，是刨木头的那个泡花。我很小就受这种礼遇，然后衣服哈绝对外面流行什么，就是哪怕很简单的，我奶奶绝对让我爸妈必须买，所以每年绝对新衣服、新皮鞋，不可能说什么旧皮鞋的，没有，她是这样子打扮我的，那你说是不是要在学校受攻击？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呢？我奶奶是我的坚强后盾，我只要回家嘟囔一句，今天谁讲我了？我奶奶第2天走，我上学校找她去。这个好关键啊！从此不敢惹你了。对，其实，在小朋友的心目当中很简单的，就是说，
这个小孩如果没有人帮你撑腰，没有人帮你说话，就比如你受欺负了，反而还要说自己家孩子肯定是你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哇，他以后被欺负得更厉害。他就不敢说了，什么都是的小孩哈，懵的人家那种说什么？有一个小说里面讲了一句话：小孩是最残忍的动物。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某副省长的哥哥在我爸单位工作，那因为他是偏瘫嘛，整个脸是嘴巴是歪的，那他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呢，大家都很尊重他，在电梯里面，就一起出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就那个我们一个老师的小孩抱在手上，刚刚会说话，那小孩指着他，这个人嘴巴怎么是歪的？所以说是不是小孩是最残忍的动物？他不知道小孩不会管这些的，不会管。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10岁的小女孩那天在电梯里面，有一个老奶奶带着一个1岁大的孙子，就是她是去推车带孙子，怎么会孙子在电梯旁边站着？她把车先推出去，想进来抱孙子，结果这时候走进一个10岁的女孩，刚好电梯门关了，那这时候电梯里面这个奶奶在外面，电梯里面只有这1岁的小孩跟这个10岁的女孩。监控录像放出来，这10岁女孩拳打脚踢打那个1岁的小孩，为什么？还没关系，把他再到25楼，把他拖出来，从25楼扔下去。这是他们之前认识吗？就是邻居。1岁小孩再认识，跟你怎么对啊，会有什么原因能，他就是这个，所以说你千万别小看。你看现在这个邯郸3恶魔也是把一个小孩同学活活的给打死。你看这个讲出来都要被黄标的。总之就是说，就是他其实很可怕，就小孩你不能低估了小孩欺负人的那种power，你知道吗？很可怕，很可怕，真的。所以会导致的是极其恶劣的后果。所以我们有的家长，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家长是最糟糕的，就觉得我要在别人面前显示出我能管我的孩子，我的家教是很好的。如果你有人过来告状，我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孩子打一顿，就说明我的态度，对吧？就是这样，有的人就先打。那好，这样的孩子往往受欺负的概率特别高。我小时候我记得，当时在弄堂里玩嘛，有一个小孩是新疆知青回来的，因为他在新疆待了回来之后，可能他那边的那种就是靠武力来保护自己的。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那个，他就用各种方式，直接跟你动武。那也是因为他受过欺负，对是，他才会这样子。对，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其实有点怕他，大人过来想帮小孩出头嘛，他是直接拿砖头直接往大人头上砸，魂不吝了。很恐怖，然后大人都看到他怕，因为没有就是感觉是他有点无法无天的地步，到这种程度。这个倒是个例哈，就是其实多数学校霸凌哈，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小事，然后你不敢发声，你家长也不跟你发声，也不想进去，哎呀丢人现眼，我还进去找老师，不想给那个，然后你就会越被欺负，然后你越回家，甚至家长会骂他。那他就更不敢讲，就出问题，就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自卑或者对，就抑郁都有可能。这个自卑抑郁，他只要熬过去这一个阶段，这个其实我们短短的10几年嘛，也就是挨着10几年的苦，但是后面还有好几十年是什么？就是你跟你父母家人之间的这种亲密感会完全丧失，没有了，信任感、亲密感是会完全丧失的。我自己的思考就是很简单，你要有后盾，你要有坚强的后盾。你的家长，你比如说像他这样兄弟姐妹多的比较强大，有2大哥哥，还有姐姐，所以他没人敢惹他。我那时候有这感觉，我哥哥比我大9岁，对，我的确有这优越感。他只要到你班上走一圈，你知道很好玩，当时有个跟我玩的很好的。他只是说了口误，上海话差不多啊，就是想拿刀要砍你的，差不多这个意思。就这追帮这，差不多意思啊，就是斩你就他听成你，对，他听成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哥正好在旁边，他听成是这个意思，直接跑过去就是你要干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上学都是自己出路的，没有家长跟着的。但是我们善于的就是
跟我们那个周围都是上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同学，就是我们邻居几个就比较要结成一块联盟近处，没人欺负我们的。那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欺负别的同学，对吧？也有人那个时候孩子确实是我推你一把怎么了？对，你就是比我弱小。啊，我就推你了。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话，他有个哥哥，有个什么姐姐站出来，摔你一巴掌，等他下次他至少就把他给收敛就弄回去了。不敢了。因为我每次啊，他没叫我外号或者什么，我奶奶都有办法教我怎么回他，然后我必须进去，哪怕小小的一件事，哪怕他就说我一句话，我奶奶一定要进学校找老师。最后发展到什么？老师知道我是我奶奶的宝贝，就是会受影响。老师呢，早晨为了避免我进去又被谁说了，我奶奶又来找学校麻烦，他会来早晨来接我上学。我老师来接我上学，结果就跟我一起走，然后最后我弟弟也进他那个班，直接任命为班长。哎，这是很奇怪。其他的同学都相信，因为主要就是因为奶奶不好惹。对，真是这样。是。然后不好惹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讲一个我的很好玩的童年故事给你听，特别搞笑。跟我一个男同学哈是同班，过去都混坐啊，就坐在一起。坐一起以后，他是个调皮捣蛋，但他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就是父母亲大概脾气暴躁，会打他的人，所以他特别自卑，但他调皮，他有力量，没地方去啊，能量就在班上调皮，他调皮就弄我，就弄你头发一下什么，就完全调皮。弄完以后，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的桌椅是一排一排4排嘛，那都是那种桌椅木头的那种，然后他就踩在2个桌子中间，不让我过去，就那个不让我过去，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就把他一推，推完以后他整个门牙着地，就门牙断了。太好了。好，这下所有的，但是我也觉得很内疚，因为他其实就是小孩开玩笑嘛，打来打去的，那就是完蛋。他所有同学都在等，平时都是你奶奶进来，对吧？这下也要他爸爸进来，告你一下。结果1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他爸没进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回去就说我自己摔的，他可能是没告他爸，他爸就惹事儿又打了一下，所以他就没讲。你为什么站在桌子上面？对，就他又怕自己没理，就不敢讲，那就没进来。没进来，全班同学想看笑话的那个机会没有了，看不到这个笑话了，那怎么办呢？终于有一天，全班同学爆发了，就说要录我们叫红小兵，一般就是读书好的啊什么，那我肯定是列为第一批嘛。也是系红领巾。也是系红领巾第一批。然后这个时候在宣读名单的时候，老师我们全班同学站起来反对，就这么手举着反对。因为他说我打人打的人家，他们还用福州话讲的很连贯，就是他那就是怎么讲我也学不来，就是打了满脸都是血哈，就说不能让他录。对啊，然后老师明明是个女流氓，怎么可以？那个打人对吧？我就记得跟批斗我一下，全班站起来。然后我当时也觉得不录就不录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有一关过不了，我爸很在乎这个东西，因为他的成分不好，他是很怕影响到我们，连红小兵都不能录，那就未来你红小兵迟了一步，未来红卫兵。第二个就是红卫兵嘛，后来才是共青团，就是才说是团员，然后就不能，我奶奶劝也没用，我爸还是强势，就把我给揍了。揍了以后，那我心想不行，他说你必须把这事情解决。我有种感觉，奶奶接下来把你爸揍一顿。到学校去最好玩，我就站着，跟我们那个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哈，我就这样，我就直接找老师，我就想象我当时这种事情也能做得出来，我直接老师。你如果不给我录，我爸会打我的。然后那个老师平时就特别爱你，他就特别喜欢你，所以他就我就能印象很深。那个老师就是憋住笑那个脸，然后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填了那个表，你知道吧？就那么简单。我心想，我跟老师这么一说就能过去啊。真能过去，或许我奶奶做工作了哈，我也许不知道。总之我跟那个老师这么一说就录了。老师不想惹麻烦。对，然后我这个红小兵啊，一波三折，我录了以后哈，录了以后好，那不是要大家那天要入队的，要有一个仪式吗？仪式当时的仪式是
必须很统一啊，白衬衫蓝裤子，就你身上这种蓝，藏青色，藏青色就叫白衬衫蓝裤子白鞋子白球鞋，大家都要这么打扮，然后红领巾一弄就很好看嘛，就是在那然后进队里啊什么，就要有一个仪式。好，在这个之前，我跟我妈讲要买蓝裤子，我妈就拿了5块钱给我。5块钱很贵啊，很贵啊，那个时候5 5块钱很贵。她工资才十几20块，拿5块钱。好，这5块钱呢，怎么就让我奶奶去买，一起去买，跟我，结果丢了。不是我丢了，放家里，不知道被谁拿了。反正就找不到了，总之，我奶奶把我那个小表姐揪过来，说是不是你拿的，弄得还家庭矛盾。我小表姐冤枉死了，说我又没拿，不知道谁拿走了，就偷了这个钱了。那怎么办？那我妈就再也拿不出另外的5块钱给你买了。那怎么办？那入队的时候，我妈就没办法，就扯了一块布。那扯不到这种蓝色的，就扯了一块天蓝色的，很亮的那种，就跟这个杯子差不多，对吧？就这样子。哎呦我的妈！然后他就让那个做很显眼那个农村的那个他们厂旁边那个做一个，然后我站的地方，本来同学就很恨不平，你说就你这个人还能录，结果我就鹤立鸡群，你还整了一个 light blue， 而且我妈还要这样子背带的，你知道吗？气死我了，人家。哎呦，总之就是你不得不穿，你不能站那里跟展览似的。哎呦，太好玩了！我这一辈子都记得那个事。我上一集都说过了，就是说在那种强压不一定是你真的压，但是是压力的情况下长大的小孩，只有2种可能性，要么就成为一个特别懦弱的人，要么就是从山上下来的土匪，就是要造反派，造反的那个，就是你只会出现这2种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有时候就是特别是在出国之后啊，然后回忆小时候的一些在教育上的。用遭遇2个字应该不过分吧，就是会觉得说能够心灵健康的，自认为心灵健康的长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没少被怎么说呢？被折磨，我这就用折磨这个词。你没被老师揍过？我当然被老师揍过，哎呀，还是名正言顺的被老师揍，好吧？我妈特别在我小学3年级吧，小学3年级还特地把我转学转到了一个她认识的还是托关系的会揍人的一个学校的老师的班级里面去。为什么要说会揍人 ？OK， 那个老师在区里面很有名，他是个语文老师，他在外面上公开课非常有名，他真的是上得非常的好。他的班里的学生，特别是语文成绩是特别的突出。当然我得感谢他，就是说我今时今日的很多的就是中文的功底，的确是他帮我打得很扎实，但他有一个特点，他会揍你，女的，而且呢。他是完全是全班家长举双手双脚支持你来揍我们家孩子，在家揍没你揍那么有效果，你揍的效果很明显，而且他揍你用的工具都是家长提供的，这种教鞭教棒就是那个棍子，不，它有一根有没有那个竹的那个？没有，它是那种教棒，就是它就纸质黑板那种教棒，但是呢是特制的。是那种很粗壮，然后很有劲儿的那一种，而且只要打你打断，第2天保证有家长奉上新的，人家家里可能准备好几10条了已经。甚至更夸张的事情是，每逢考试之前，都有同学主动拿着教棒去找老师来2下，不然我考不好。搞笑吧？哎呀，搞笑吧？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就是自己都没自信考好，这个还是我在进这个学校之前听闻。然后我当然进去之后绝对没少被揍啊。然后当时老师还有规划，就是揍的规划，就是5年级之前可以揍屁股，因为你们还小。5年级之后因为长大了，大家要给大家留点面子，不能打屁股了，要打手。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吧？对。但是那个时候有种什么样的环境、压力和气氛，你跟着老师还特亲。
但是就有点像把他当家里人的那有种。不一样。我知道，也许他很爱你们，是的，他会表现得很爱你，而且掏心掏肺，掏心掏肺，所以这种没关系恨铁不成钢，这种没关系。我哪怕小学毕业了，毕业很久，放暑假没事儿干，跑老师家看电视，然后就是想去看看老师，就是这种情绪很奇怪，但就是我现在会觉得很奇怪。比如你作为个例啊，这个是其实没有问题，不会给你造成心理上的什么，因为大家都被打，而不是我被打。对，大家都被打。是吧？对，还有就是说，是还有我们会觉得感受到他是对我们好，所以，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如果到现在一刀切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吧？现在绝对不，这是犯大事儿，好吗？对吧？就是，但是你如果这种东西就它很难弄，就你允许这种事情存在，那你就有人在利用这个事情，就来真正折磨孩子。那种折磨我也经受过，我就经受过各种折磨。我觉得我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折磨。有感觉你是从旧社会来的人。不，他跟我截然相反，你知道吗？是的，就因为我妈学校里那时候已经。对，你是就高中老师，对高中语文老师的儿子。学校里，其实我们那个学校还蛮特别的，当时蛮多高干子弟会来的一个学校。那影响很大。所以影响很大，所以这里面管得很严，绝对不能那种什么体罚是不行的。但是它会有一种很擦边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比那种体罚更糟糕啊。对，更折磨你心灵的那种。比如说你迟到了。就是所谓的打你2下手或怎么样，那都小事情，他会让你就是站在外面，整个年级里站在那边。有没有让站到领操台上？有时候会，就是这个是最夸张的，对，这个是最夸张了，这个叫犯大纪律了。小纪律就是犯这种，他会让你在整个年级里面站在门口，你教室门口，对，教室门口站个半节课。那站个半节课，其实因为窗都看得到嘛，所有人都看得到你被那边罚站着。好，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想这种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今天又当着很多的人，我可以当几百个人的面做 presentation， 我不觉得脸红，不觉得心跳，脸皮很厚，就是我小时候领操台没少站啊。你又跟我想到一块儿。为什么我会觉得？你没发现现在很多小孩，你给我保护的特别好，对，他往往有一些事情好像经不起。你看我们这一批我很经得起，皮粗肉厚的，皮糙肉厚，对，就是都被锻炼出来了，都是哪有一个有的被耳朵揪住了？没，哎呦，这个被揪耳朵，这个就哎呦，从有记忆开始就是被拎过来拎过去，拎过来拎过去，谁都能拎我。比我大的那都能拎我现在就以我现在推测哈，因为我不知道他童年。那我就觉得你一定是很少被老师骂过。他现在就属于特别爱面子他不像我这么赖皮。我懂了。我 get 到，是的，都没被骂过。是的。那你爸也没拿扁担打你？骂是有，但是呢，我把皮带都抽断好几条。我是很少在那个学校受罚。我是因为我妈的原因，没有人，理论上就是没有人会做这件事，因为轮不到他们，要骂也是我妈骂，凭什么别人骂对吧？就真的有点什么事也是我妈先骂了一顿，人家不想了，都骂完了谁骂，对吧？所以我是这种学校很老实。所以你知道，他在这一方面有他的那种面子的东西，你知道，因为他没被骂过。那我小时候虽然也没被骂过，但是我也是站在那个，其实我是两边，一边有人保护，一边是有人想欺负你，就很多人想欺负你，但是呢，我有人保护，所以我是在那也不怕。因为我那时候是肯定不会调皮捣蛋的，因为那时候我必须乖，因为那时候家庭条件很差，没有钱读书。每年要向学校申请免学费，你在调皮捣蛋的话，就完了，谁给你交学费啊？那时候这是很困难家庭都是免学费，所以你自己也得老实一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我是那时候有点矛盾，就是说，一方面感受到好像一种优越性，我妈在学校没人敢惹我，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有一种压抑的状态，就是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正常来说，如果不是我在我妈学校，我应该初一的时候我会谈恋爱，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女生，
就是已经是互相。你还没开始发育呢，那个时候。那就是情窦初开呀。我的确不懂，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啊。但是我知道的就是，那个小女生是对我有意思的，因为她在圣诞卡上写了。我一般是收到所有圣诞卡之后，我就直接拿到办公室里去了。对，我就看都没看，因为我抽屉里放不下。因为我每天午饭我去我妈家吃啊，就我妈那个办公室里吃饭的，就我妈办公室就是我第二个家了。这种人很想去霸凌他，你知道吗？很想抽他，你找个地方把他揪出来打一顿，就那种。然后我也没去管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反正我这边抽屉也放不下，我都看完了，然后我就。拿过去了。他是这样，他是那个字呢，他那个字呢，他是在那边写了什么各种各样字，然后其实中间有一个字，就是他是不停的重复各种字，最后你从那个笔画可以看出这3个字。哇，还挺有兴趣的。对，但是他不是直接就明写这3个字，在这里面好多笔画这样重叠。然后我没有看明白这个东西，我就看到上面一团，就说你没发育嘛，一团东西。开玩笑。对，我以为它是上面，我看没什么祝福的话，就一团东西，一团黑的在那边，然后我就没管。结果我妈打开了，我妈看完之后，你知道我妈做一件什么事吧？她说这张卡是谁送的？我说是谁谁谁，她说你把他叫到办公室来。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嘛，那我只能照她做，我把她喜欢叫办公室。我知道的是小姑娘后来是哭着出来的，我妈也没让我在。哭着出来之后变成什么知道吧？就说之后她就不怎么理我了，但是就说之后我是从其他人这边知道的，就开始传遍了。记得是某一个年级的另外一个什么班长啊之类在里面听到了。对，他听到了，他传出来的。然后他说，就说我妈说了他一顿，说这么小年纪不能做这个事啊，不能谈恋爱，不能干嘛什么什么，不能情窦初开。对，就是反正就是要注意学习，不要搞这些事情，懂吧？那么我妈可能没想过这个东西会传出去，但是那个小另外那个人。他没 care 这件事。对，传完之后，整个学校都知道了，然后就变成之后，我那3年。没有女生敢跟我说几句话的，几乎都怕被拖到办公室去。就是老师办公室，那时候就是集体的嘛，就很多老师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就是进学校没多久，就会发现说谁是学校的老师的亲戚或者小孩。是坚决不可能跟这样的同学交朋友的。就蛮难交到真心朋友，是蛮难。跟老师告密。他怕那个，对。还有有的，因为直接就把他给有些是他其实是内心有一种就像又说是好想把他打一顿，但是又找不到方法。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跟几个朋友在那边打80分的牌，打牌，有人去过一会儿，教导主任把我叫去了。带到我妈那边，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打80分也不行吗？他说没有，有人说你们在赌钱。我说赌什么钱啊？他说80块什么10块20块。我说，然后我妈考完了，我妈直接来句，她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绝对不可能，他连零花钱1分都没有。这个人家也不好霸凌你，对吧？因为老娘在学校里面，但心里面恨的就是恨不得就出去套个麻袋把你打一顿那种。对啊，我以前其实有很多网友哈，私下就说就怕小孩在学校霸凌哈怎样，他有私信问我，我其实没觉得，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一是你孩子，首先咱们不霸凌别人，这是做到，就是你不能教他去。第二个，你要给他，真的什么时候不是说孩子有什么事先打我自己孩子，好像我显得我很有，我家里很有教，我这中国人喜欢这样子，是啊，你要支持孩子，还有让他要有同学，要有。他首先先相信自己最亲的人，对，他要相信你，那你就必定跟他是同一个团队的人，对，同一个 team 的人。那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就是表现的盲目的去站在他这一边，至少让他是这样感觉，他才能把他心里面的话告诉你，你才能解决问题，你才能知道说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而你再去教导他。那我们用教导这个词，但是小朋友绝对不能够接受这种教导的这个词，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建议，这是我信任的人给我的建议，这时候这个话才能说得进去。所以你看这种教育，我就觉得如果我小时候是接受这样的教育的话，我现在估计
你是另外一个人，对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是我就是 EO 叫 HO，我可能是某 CEO， 好吧，某 CEO， 就是加个 C 就我就觉得我很明显的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是对家庭，就是对我最亲近的人是没有这个信任和安全感的，完全就是第一先考虑如何让他们，就是其实是你最亲的人，如何让他们不知道。如何瞒住他们？对，因为先考虑知道没这个问题任何好处。先你知道了，没错所有的哪怕无关紧要的事，最后出大事儿的这些小孩被霸凌的，他最基础的一个动作就是隐瞒，就家人不知道情况，对，所以后才会面越来越夸张。后面才会有霸凌夸张只是一个小事情，我觉得就是它后面可能会演发生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就你不告诉家长，没错，就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要跟，然后告诉家长的前提，也就是说家长是开放的，家长是开放的，装也要装得开放，好吧？对啊就是你死装你也得装的，我都能接受。你放心，或者我愿意无论发帮你生去解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装也要装成这个样子。对呀对呀，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归属感嘛。就是你对于学校也好，你对于你念的科目也好，你要有一个信任和归属感，你才会真真正正的去念好它。对。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比如说你某个科目你念得特别的好，那你可能当时那个老师他给你的那个引导，也绝对对吧？就是会很不一样，所以你对这个科目会特别的上心，然后学得特别特别的好。对，这跟老师很有关系。跟老师非常就会偏科的。你有没有偏科？有啊，我那时候我那个英语老师蛮喜欢我的。所以你看你出国了。但不是我那时候英语考得蛮好的嘛。就你。所以你考得好嘛，你才会有那种，你感觉你要展现给一个你喜欢和信任的人看，不能让他失望。对，关键是不想让他失望。其实你看我们的老师，我平时不惹麻烦，但是我遇到有些事情我自己选择以后，老师会把我抓去骂一顿。我从理科转文科班的时候，他神经病班，我原来班主任把我骂去，就骂了一晚上。但是那把你当自己儿子吧，我感觉真的就是要不他管你干嘛？那为什么当时会有理科转文科的想法？我就觉得被雷劈过了，就在那一刹那。解释了所有事情。哎，你爸妈不管你？我爸妈也管啊，他们一再跟我说，你不能读文科，文科有什么出息啊？那时候还是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个年代更。但是我自己执意，我后来就转到文科班，太整个年级任性了就一个文科班嘛，一个年级就一个文科班，从一班啪啦调到了8班。但是你后来考出全县状元那老师应该觉得。我不是应届的。不是应届的。他开始没考好。又在考的。我在那个时候成绩很普通，就是后来的过了2年以后，忽然间就是咵嚓。所以那个被雷劈了，之后劈的，还不是雷劈了。分班前劈的。他爸爸嫌弃了，他突然间懂事儿了。发愤图强，还是我是从补习班考出去的。补习班考到他们全县状元嘛，就这样子，你知道好传奇的一件事情。对啊，就感觉可以拍一部传奇历史的励志片。父母也是要求很严的，我母亲都是用那个竹须子打人的，不伤你，但是痛得要命。我妹妹福州人用什么打，你知道吗？就那扫把，以前那个扫帚就有很多枝出来嘛，那种。那个打的不疼的吧？竹子的枝啊，你不懂。它一愣一愣的那个结的地方，它那个打下去一个红点，它这个是不伤你，不伤，但是你非常看那东西会怕你。因为我们家的传统是，就是棒子底下出孝子的传统。对，都那时候我爸还没有。就是需要打我的时候，就给我灌输这样的一个观点，先给你心理建设。没错，就是然后当你接受到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终于轮到我了。所以你没有发现现在EO还是很健康的。不是啊，我跟你讲，我们过去哈，那个筒子楼啊，最有意思。小孩，你没听马未都讲的一个，就是他会在部队大院嘛，他就说那个都是我很狠的打嘛，那小孩皮嘛，然后就比如说打差不多，然后邻居就会过来，哎，差不多了哈，来家就行了，大家就这样就打
差不多，你不要打过分。但是我们的统治楼你过去非常有，就是一个小社会。今天呢，大家出来哈，就是回家以后就听见今天那一家嗷嗷，第二天出来大家得若无其事呀，反正不然明天你也会被打，你笑我都不要笑，大家都不要笑。那总之呢，有的父母呢，就是说就是打得比较隐蔽。那就会给你点面子啊。有的父母啊，那是我觉得这个面子这件事情，当时大人应该是不会考虑到小孩是需要面子这件事情。反正我这一点我妈会注意。她准备拿那个竹须子的时候，她先去关大门。哎呦，第一个你小子跑不掉。他是有过前车之鉴，我觉得。第二个它里面什么动静，外面听不到，还得隔音这么好。我们那是老房子，那个大门是你妈打家里所有小孩都是这样关门吗？我妈在注意这一点。就是打男生、打男孩、打女孩，就打儿子、打女儿都是一样的打女儿是极少，不怎么打女儿。一般就是男孩，但是男孩的话，他真的不是要伤你。那个竹须子啊，真的就让你痛，不伤你。那玩意它划过去一下，一片的那个红豆子。我小时候是会有这种什么噩梦啊，就是那种，家里人跟你讲好，今天放学回来要打你，然后你今天这一天都不用做人了。你知道我过去制约我弟弟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他很长，他有1-2年时间非常听我的话。因为之前我弄不住他，你跟他一那个，他调皮，他跑男厕所去，然后你抓不住他，对吧？这招我很进来呀，进来呀，然后就弄不他。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干了一件什么，就是那个秸秆啊，就是那个扫把上面的那个秸秆，我知道那个是拿下来，他是学大人抽烟，用那个秸秆，那小男孩，中空的，他那时候才几岁，我记得他就抽烟，好被我看到了，然后我就不告诉我爸，但是我就威胁他，每次的。我只要讲抽烟，然后他的小辫子被你抓住了，因为我爸会打他，我爸那个会。你可以借刀杀人。借刀杀人。我爸不会打，我奶奶不会打，就我妈。我妈打起来真的是，她是那个缝纫机那个抽屉里面全是一根根尺，她每次打我要把那根不是那种塑料尺吗？透明的塑料尺，我知道有一张，就量那个东西尺嘛，他要拿那个尺打到，很疼，他打那个手就是一掉印子，他要打到每次要打到那根尺断为止。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根尺不断，他是会一起继续打的。那他就是你是不是不好好承认？不嘴硬，不像他不像不是你不会嘴硬的，有的东西不能承认，承认就出事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别看我小时候，其实真的我自己想想都蛮坏的。我们家当时底下因为六层楼嘛，有一个大的信箱，所有人的信箱都在那。然后早上人家是一早6点钟会把牛奶放进来，然后呢晚上会把报纸放进来，对吧？所以我们已经找出这规律了。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作案啊，我有就几个朋友一起作案的。团伙，我们是团伙作案，但是鬼主意是我出的。我说，哎，他们每天都把这个锁晚上就拿完报纸就把这个锁这样糊着，也不锁好，因为这样的话第二天人家送牛奶的一进来，放完牛奶就帮他这样锁好了嘛，对吧？这样至少，因为那时候牛奶还真蛮贵的。但是如果他锁起来的话，那对，是不是送牛奶的人有个钥匙可以开？没有钥匙的，他是晚上拿报纸，不是拿走了吗？他开了信箱拿了报纸之后呢？然后牛奶是不可能从这里面塞进去的，必须把门打开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锁给糊着，等于这样放着，但是不勾好。那么你送牛奶的人第二天早上6点放进去之后，就帮你把它锁掉了，省得因为牛奶很贵，省得别人把你的牛奶偷了，它是这个目的。所以几乎每家订牛奶的人都有这个规律的。我们要不要等他们报纸送完？把所有的锁就到处乱放。那时候孩子爱恶作剧，就恶作剧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可好了，我们几个小孩就在一早就看热闹，知道吧？本来大人都急着要送我们去学校的嘛，然后一早所有人都在急着一头汗。你看，不，他说你试试我这个钥匙能不能开？你试试我这几个就在那互相交换弄，早上乱的一团麻，然后一边弄一边还在嘴里念叨谁这么缺德什么懂吧？你说这个事我能承认吗？这还了得了？
命搞不好都没了。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是我奶奶先来告诉我的，让我有预警。因为我香烟盒子里面放个蚊香，蚊香上面放了个鞭炮，让那蚊香不一点点烧到鞭炮就响了吗？那我把这个机关做好，把这香烟盒子就放在一个角落，等它响。就想看谁走过被吓一跳，要死不活，正好是那个居委会的那个懂吗？他正好那个老太太走过，梆一下。就我在边上嘛，他就说是你做的，我说没有。另外我那边那个定时炸弹又响了，是一个臭黄鱼罐头，梆一个，整个全都是味道散的。他说肯定是你什么什么，然后去告我奶奶了，然后我奶奶就来告诉我，你晚上小心点，你妈肯定要严刑逼供了。我就当天就把缝纫机里的几根尺全偷走了，知道吗？都偷走了，偷走不给他打。我晚上找看没有。当时他也没说什么，他说你等着。第二天买了个这么厚的尺，我想完了，这个尺打不断啊！我马上就受够了，我这尺是我偷的，你拿这个尺吧，别拿这个尺。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越会体罚小孩，然后他就会越会想办法整出更夸张的事情。因为他这是一个发泄嘛，他就其实这很有意思的。是的，我觉得那时候为什么小孩顽劣？是的，那时候往那个公共厕所里扔鞭炮了什么的。就是我们那个部队那边就很多小孩啊，10几个，我把他全部带到山上去，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老大，带上面我跟他们讲鬼故事。就那山上真的我不跟你讲有棺材。你知道我小时候前半段跟你很像，把人带到山上去，后半段是我爸拎着我的耳朵。回家准备了一个搓衣板，你在这儿跪着，然后他们去抢救那帮小孩了。这么全部带到医院去洗眼睛，因为我把沙子撒在所有小朋友的眼睛里面。为什么？他们傻，你知道吧？我记忆当中第一次跪搓衣板完了以后就是跪搓衣板回来要等挨揍，因为我爸医生嘛。然后就是带到就是大人散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旁边有个小山坡，小山坡他们就是可能造个什么东西，就堆沙子，然后堆沙子那个时候我们就喜欢兜里面藏那个糖纸，爬到那个沙子堆上面，然后我就拿那个糖纸垫在那个沙子底下，然后那个哇沙子盛在那个糖纸里面，啪往天上一扔，我就低头了，他们就看着。傻吧，就是你现在这样恶作剧好多。对啊，然后这么一堆就倒了。又哪里是恶作剧？其实他很小就懂事了，他给他爸增加业务。我爸好像当时没收钱，那我爸在底下散步啊，上面哭成一片，然后我就被拎走了，我就被拎着耳朵拎回去，然后搓衣板直接让我爸去医院，另外一帮小孩直接送到他的那个诊所里面，然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洗眼睛，洗完回来开始一顿胖揍，就我就在跪在搓衣板上面等挨揍。那时候像这样恶作剧很多啊！你看哈，我告诉你是这样啊，就你讲的沙堆哈，就我们以前有建筑工地，有时候谁在盖房子，那不是一堆沙嘛，然后就小孩就很爱爬到沙坡上去是吧？那个，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干嘛？挖一个洞，铺席子吗？导演没听懂。那是做陷阱的。我告诉你，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小学5年级。小是踩过那个线。不是踩过。我5年级的时候，暑假我就到。5年级才。没有，不是踩。我那时候已经上建筑工地那个。办徽章了，你知道吗？他5年级就是打工就去赚钱了，那个就沙子、水泥的就和徽章了。我怎么会不知道这点把戏呢？那个。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被这里的人问过？比如说 Fanny 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上课都上些什么课？然后你说有这个课那个课，其中有一个叫政治课。有啊。然后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跟这边的小朋友讲。解释为什么要上这个政治课是上什么课？所以他考高考的时候，要不是政治，他考更高，就是政治考得很差。思想觉悟。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思想观。现在还能一套一套的说出来，太厉害了。这基本上
是种进去了，是要被对，没错，我就想讲这句话，这是被刻在种进去，但是呢，你也看你自己，其实呢，有些东西你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你都要放弃掉。但是呢，我现在从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之间，我会进行，你看乔爷多厉害，两方面都能接受。你看他表面上就很乖，对吧？老师的乖学生、乖宝宝，然后心里面在这么唯物唯心，在那边还转来转去。他即使不乖，他要乖的话，他也不会被老师骂一晚上。也不会到超市门口去捡老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说这时候已经都是大妈年龄了嘛？现在都是大妈。就是嘛，大妈年龄为什么就是其实还有年纪更大的大妈，他们是正在文革的时候，无神论，不进步真正是这样。因为那时候给我们教育就是无神论，所以小孩叫唯物主义嘛。所以小孩真的敢去寺庙里面去搞报告。你看那时候文革的时候，敢把寺庙整个都，就是他没有敬畏心，都不怕，就是叫人定胜天嘛。那时候说，其实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所以那时候你要说老师有那么个把你当孩子一样管你，能打你，你不觉得怎样？那是一种社会的认同的一种现象，不是说特别的现象。而且我们那时候对老师是爱的，对啊，你不觉得？不爱不行啊。那时候是怕老师的，现在的人不一定怕老师，那时候的人是怕老师的，他是感觉比家长还厉害的一个角色，是这样子的。他还要裹挟着你的家长，还有他的权威加上家长。那现在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啊，你的人生观真的会变。你会觉得，比如同样一件事情，你同样一个月收入3000块，你可以认为他幸福，也可能认为他很不幸，这完全变成一种唯心的一种感觉。就其实变成你个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它可能是一种结果，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结果。对。所以唯心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其实很多世界实在是太神奇了，根本你想不清楚，唯物人那个推导几下怎么推导得出来？我们上一期不是说过了吗？推不出来。所以你现在叛变了？我现在有点叛变了。你跟浓眉大眼的我要调整我自己，我不能死守着那个老光光，自己爬不出来，那个不行。我们上政治课就跟玩一样，那个政治老师可好玩，在前面拿本书就不停的读，然后他又是近视眼，近视的很厉害，盯着书读，然后下面人就吵得一塌糊涂也不管，他就一天，他今天的上课的内容就是把全部读完，结束走人了。只有一次，是突然所有人都拍拍，哎，不对，老师不对了，老师疯了。因为他在那边说反动的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怎么样，然后我下面人都，老师被我们逼疯了，一下子这堂课变得很有意思啊！下面人都一下子变很安静哦，就等老师到底要干嘛。读到后面啪头一抬，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是引起你们大家就是在读嘛，然后下面就我们到我爸那个学校图书馆就有他们老师有教材嘛，就他有他的教学的一本书，对，他的教纲，对，然后我手上有，我上课我是拿着教纲的，直接中心思想，你跟我学到一点了就，学到哪个程度我就够了，多一点我都不听了。所以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受霸凌？对，我跟你一模一样，是什么想法？我都怕。我有次牛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妈不是要去参加这个东西嘛，新的教纲把这段东西给改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就马上回来告诉我，这段记得以前是我们这么教你的，现在要改成这个啊，我知道了。但是呢，我因为他1班2班嘛，3班4班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他那天没去，他正好翘了没去，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他还在那边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底下说老师不好意思，不应该这样，这个东西改成什么什么。那老师当然很气了，然后说什么东西，谁告诉你改了？把你妈给我叫来。没，他不知道这事。我说这是刚刚改的，然后他就一下子听不准了，知道吧？然后可好玩，因为是连着2堂课嘛，然后他当时就半信半疑，说好我回头确认一下。到第2堂课进来，然后说
刚刚那个东西现在新的是什么什么，然后下面人都哇，对我就是肃然起敬，我直接把老师新的东西给纠正回来，你想。你们都是属于那种后面有这样人的。对，老师呢有时候是写条啊，给我爸嘛，就是想，塞一个什么学生招生的时候把他招进去啊，他们就会经常让我带条回去，然后就让我送信，但是我好奇啊，我要看看他，当我跟我爸写我坏话怎么办？不行，我要看一下这封信，然后我就在马路上，就把信打开，正在看的时候，后面有一个拍我一下，一看就这老师，我看，他也不敢说啥，其实他不敢说，他就笑笑，收起来回去给你爸。然后我说嘿嘿，这个就是叫写条子。对，写条子。所以你说在学校老师哪敢惹我？他们都干这种事，写条子。无论如何他要罩着你，就是对千万不能让你行差踏错。你看我们这有不同类型，我跟向是属于至少说在学校有人支持的哈，就是像我这种属于你草根属于那他是属于遵纪守法型。他就干脆我就乖乖的，就乖乖了，首先。就是你没必要，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我不那么干，我们一帮人活不下去。出国之后，已经20多岁了，遇到过一个算命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是当地的神婆。然后他很早就跟我们说，我妈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神婆，然后他妈来探亲，然后就把我们一帮小朋友叫去他们家吃饭，然后说让我妈给你们免费算一卦，然后老太太呢是算八字的，然后老太太呢就算到其中我别的我都没记得啊，只记得一件事情，我的八字的头2个字是非常苦难的，我从第3个字，它是每8年一个字，对吧？就等于16年以后。没错，就是我的头2个字是很苦难的，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生活的很多的压制下，我会很痛苦的生活，我的童年并不幸福，在老太太的这个说法里面，然后一直到我自己能够控制我自己了，我自己等于是翅膀硬了，才开始过上好日子。我当时我操，老太太太神了，太神了，我就觉得我的整个学生小学甚至幼儿园水深火热，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为什么能看出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他遇到一些什么，他都无所谓，好像你说就说呗，无所谓。是不是？因为我那么多我都见过了，我都被老师站在那个台上了。哦，那个时候很，那一开始就会觉得很耻辱，后来就是很光荣啊。对呀，然后我就在那个台子上，对，台子后面是那个体育老师有个花架子，我就把他花架子上所有的花的花苞全给摘掉，你让我摘没问题，那我下来之后，那上面花骨朵一个都没有了，对啊，然后那天还刚好是植树节，我后来才知道的。说到你现在有伤害吗？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伤害。当然有伤害，我变成了女土匪了。我本来是小家碧玉，好难想象，好难想象。不管是土匪还是小家碧玉，说起来有说有笑的。跟我玩的都是念书念得很好的小朋友，然后呢，老师就特别想分裂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老师用一些非常卑劣的方法，用一些非常我们现在听来就是特别伤人的那种话来说，最轻的话，我先讲最轻的话，就是他就会当着我的面跟我的很好的很要好的同学说，你们知道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很恶劣吧？然后老师就要让你们俩站在老师办公室，当着所有老师的面，甚至家长都在，你们面对面说你们俩绝交。我当时被逼的那一场，就是我印象最深的那一场，就把我妈叫来，还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妈在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被叫进办公室，我妈就在那儿了。然后我就很惊讶，你怎么来了？然后然后我那个同学也来了，然后他比我更会闹事儿，然后就跟我妈讲，就是说，反正老师跟我妈讲说，你女儿还有的救，但是跟他在一起混，就女儿就没得救。然后你们就应该绝交，你现在来当着他的面，真的是奇闻趣事，就当着面，全部办公室老师都在，说跟他绝交，说死都不会说，开玩笑，你杀了我，没说啊，绝对不说的好吗？开玩笑，绝对不讲的。那他说了吗？我绝对不讲，他不，对方说了，一句不讲。哎呀，那后来呢？
我们后来一直很好。太牛了，我们到毕业都就是很好。有的时候哈，我为什么会觉得他身上你认为你是匪气哈，但我认为是一种义气。就真的，你知道，因为我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哈，你会看，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开始考验你周边的人的人性。有的人退，有的人很明显的退，有的人你像他这样就无所谓，像那种被老师那种严刑逼供的情况下，他都不说，是吧？对我来讲，那个是恶势力，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反的，就是他们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就像你。就是老师是坏人。就我妈换了把这么粗的尺，我只知道的我告诉她这个尺是我偷的，但是后面是绝不说，对吧？因为我只是偷了那几把尺。对，那个是我没做，肯定不是我做的。谁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妈骂我骂到最后就已经是。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骂了。我妈说了一句，我后来认为说，我妈还是说的很有道理的一个对我的形容，就是你这个女流氓头子。然后我当时心里一听，我妈还是不我妈，我就因为这是我有血缘关系的，我妈还向着我这还是个头子，女流氓还给我个头子，还有领导职务，对，是有职务的，你知道吧？就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是我告诉你哈，我纵观我自己观察我们成长过程中哈，就说老乔爷这样子的，像这样类型的乖乖上来的，如果你遇到事儿，我总觉得往后退的概率，他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什么会往后退？就是畏惧嘛。没有，就比如说你受，我觉得他现在不爆发起来的时候，对啊，他现在不，但是你知道，跟你那时候一样书生的，在机关里面，真的就小时候从小乖乖上来的，旁边的人出事，就像你被逼着让他绝交，你都不干的时候，绝对不可能。那有的人不要说逼。就是自觉的，他会跟你离开。我懂你后来同学成长了以后哈，就是小时候越顽劣的，他真的就是在社会上，他反倒他能站得住脚，就是更混得更如鱼得水，他好像可以面对很多事情。就恰恰这种温室里长大的就很多。没有，他温室里长大了，找个女流氓头子不就行了吗？对啊，所以他找我也不是女流氓头子。乔爷，你干过最坏的事是什么？偷卖乳精。偷卖。我从小这个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穷苦的，但是并没有给我带来一种心灵上或者是什么压力上的东西，只是说你穿的差，吃的差，经常吃不饱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其实，在那个社会状态下，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或者说受到欺压，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一片祥和的环境中长大，相对吧，对，有他就穷，但是他也其实也没有受什么苦，没错，没错，那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短缺，而且大家都短缺，而不是说他一个，因为往往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不公平。其实我记忆当中就开始上幼儿园，小时候最小的时候，我还是老师蛮喜欢的，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因为一个事情，我都忘了什么事情。总之，我的记忆当中是我站在幼儿园的楼梯口在哭，别的小朋友在里面上课，我是被赶出来的，然后就被一个老师呢就骂的，就是说我不是罚我吧，总之我的记忆就是我扶着那个楼梯站在那个楼梯口在哭。我的前一个学期的那个老师路过那个楼梯口，他就转头看了我一眼。你怎么现在也开始不乖啦？你之前在我那个班的时候很乖很听话的你怎么现在学坏了？他就下楼走掉了。然后你就被定义嘛，就被定义是坏的嘛。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好像突然之间就有种就是说我不是很好的小孩的那一个对，就是那件事情虽然我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别说哈，人生有的时候。包括老师、家长一句话，深深的让你萌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他会把你框住。
对，你把自己是还有符合他那个定义去了，把自己想成这样的。对，还有你伤害有时候是那种感觉抹不掉，就是我记忆非常深，这个现在说起来是小事儿，但当时对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弟弟小我3岁嘛，我妈抱着他不是那个小脚的嫩嫩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象我那时候顶多三岁多，我就咬他一小口，就其实很轻，我就觉得很喜欢，但我妈那个第一个反应哈，她可能她也正常，我妈比较重男轻女，就是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推开。哦，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要这样做。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本身就有一个弟弟，所有的人都已经就是关心都集中到他那里了。我原来也是自己跟掌上明珠，就一下失路。所以我后来跟我妈就变成就是她怎么打我，我绝不会认错。就会因此。然后你就是对于长辈，无论是妈妈还是谁吧，就是说你哪怕是小时候，可能你都记不清楚的某一个原因，就可能是会记恨一辈子。你这一辈子不可能跟他太亲近，可能因为一个你根本都想不起来的一个原因，也可能在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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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对，这件事情很可怕的，其实。对，有时候很可怕。很可怕。就所以为什么你说孩子跟家长之间有的时候有这样问题？就你无论如何你亲不起来，要修复，要及时修复。对，你只要没有及时修复，是修复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记恨了，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说错了什么。有时候你觉得，其实你现在想起来，我妈那种胆是很正常的，因为那幼小嘛，对吧？我不是说那个想进来的那个，他就好好玩，也有试用期。先陪我们去做一些稍微小点的坏事，就是由浅入深，由浅入深，那种太坏的不行。你这个万一出大事的，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工地玩，他很好玩，他说你们小心点，别踩到钉子。我一听这就是肯定他妈妈爸爸告诉他工地上乱跑会踩到钉子，然后说哎呀这个你不玩你就走，不要跟着我们。然后他后来想想不对，这样不合群，所以他也跟着跑。过一会儿就啊，他真踩到钉子。